今天和一个从商30年的老板喝完茶之后，才发现那些真正有钱人的思维和我们普通人真的是不一样。我们中间聊过一个这样的话题啊，就是赚1000万的方法。他说这是每一个创业者都需要经历的3步走。这3步呢，就是0到10万，10到100万，100万到1000万，3个不同的阶段，对于创业者来说，战略的重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哈，我听到这个话题之后呢，我觉得非常的扯，因为我这个人他不喜欢听虚的。但是当我听完这套逻辑之后呢，我又觉得自己是恍然大悟的。我把这3步拆开分享给各位朋友啊，你们听一下，可能会有点烧脑，但是我相信啊，关注我直播时间比较长的，我相信你有足够的能力能把我讲的这3步消化掉。首先第一步是0到10万，这一步啊不需要团队，他说也不需要产品，更不需要你有工厂，他说你只需要把一件事做好就可以了，就是做好流量和渠道，而且呢一定要赚快钱。可能你并没有听明白就是怎么去赚这个快钱哈。他说这里面有2种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阶段属于财富的原始积累阶段，你的核心它的目的哈不是赚大钱，而是要快速摆脱你的生存压力。所以说哈，你不可能一上来就去研发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搭建一个团队，因为耗时间、耗精力、耗钱财。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没有资源，没有背景，那整个社会生产链上只有做流量和渠道是启动最快的。所以说我们要赚快钱，然后再拿钱去买出自己的自由。如果你当下每天都在996，那么你就不可能富起来的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几乎是属于这种产能的严重过剩，社会的需求呢也不是在没有好的产品，而是卖不出去。比如说很多农民承包了地里的水果树，全都烂在了地里。很多小的公司呢费尽了7、8年的心力设计完一款游戏，但是产品呢无人问津。那么这个时候呢，谁有信用的号召力，谁就能够这样聚合消费者，能够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谁才能赚钱。所以哈，要做流量渠道也非常的简单。胖东来和雷军就是2个最简单又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当然啊，你有可能会疑问，那么流量怎么做呢？自媒体怎么做呢？不会做内容，不懂文案结构，没关系，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因为流量变现的本质是信任变现，所有的生意回归到本质都是在做信任。就像嘎子卖酒，你肯定不会买，79块钱的眉笔，我相信你也不会去买。有流量没有信任是没有用的，但是有信任流量不大，它是可以赚到钱的，至少50万以内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你没必要去纠结于什么爆款什么网红，说白了就是做一个2道贩子就可以了。等你手里攒到了10万到20万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去走这个第2步。那这个阶段呢，就是要从10万赚到100万，那么它的战略重心又不一样了。这位老板呢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感觉非常有意思哈，你听一讲，就是富国跟穷国。你看啊，资源是穷国的，对吧？生产力是穷国的，然后呢，生产的过程也在穷国，那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还是卖给穷国。那么谁富了呢？富国富了。那这是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穷国它是不能发达起来的，一旦能够发达起来以后呢，那个富国又想尽各种办法去打压穷国。怎么打压呢？首先打压的就是你的科技生产力。为什么？因为你的核心技术是富国提供的。所以说啊，他说你看国家亦是如此，公司不过是规模更小的组织形式而已，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你首先啊就是要有这种先进的生产方法，你才能够富起来。比如说在短视频行业这个领域，大多数人他是不会去做的。那么对于你来说呢，你只需要去打磨出一套能够持续输出爆款模型的视频。在这个销售领域呢，你可能做到最大化的拉高你自己让客户买单的聊天的一种模型的概率。而在电商领域呢，你可以快速拉高你店铺的评论分等等等等的一些方法论的模型吧。那么当你掌握了这一套的核心技术以后呢，你就可以通过雇佣让穷国帮你去做生产。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团队的规模自然而然就会变大。这个阶段哈，你要注重的是要少干事儿，要干正确的事儿。你要花80%的时间打磨出一套核心的生产方法。当然哈，这也是最花时间的。他说，因为本身赚100万，它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他还说了一件事哈，就是当你从0到1的模型一旦跑通，那么你从100万到1000万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快。
第3步，也就是说从100万如何到1000万的一个过程。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标准化，就是把你的核心技术提炼成一套标准化、门槛比较低的工作流程。因为这个阶段是需要就是去找穷国帮你去生产嘛，对吧？但是穷国呢他又不懂，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就是权力的平衡，你要把你自己的核心技术给它去拆开，分给不同的人去掌握不同的要素，让他们去相互结合，又有相互的竞争。第2，你每一个单个的流程要做的足够的简单，就是让那种零基础的人可以快速的上手。他说什么样的生意可以做大呢？就是要让3流的人才也可以创造1流的业绩才可以做大。比如说在短视频里面，你要让一个小学毕业的文凭也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流程做出来爆款的模型视频。在餐饮领域，你要让从来没有学过厨师的学生也能够通过你标准化的流程做出来最好吃的菜。他说你看什么样的才能够做到就是餐厅可以做到，没有厨师的餐厅才可以做到。世界上最大的餐厅是麦当劳，中国最大的餐厅是海底捞，都没有厨师的那么什么样的医院可以做到？没有医生的医院可以做到。那什么样的医院没有医生呢？康复体检中心，他们只有护工，他们的工作都是标准化的流程。零基础的员工在海底捞培训3天他就可以上岗，这就是让3流的人才也能够创造1流的业绩。当然我是非常佩服这位老板的。这位老板从0到100万花了8年的时间，但是从100万到3000万他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上面说的这些就是他从商以来悟出来的道理。他说生意到最后做的就是人。如果说你有一个1000万的盘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自己干出900万的利润来，但是呢他选择了只赚100万的利润，但是呢他会做10个这样的盘子，这样呢他的合作伙伴就会越来越多，信任他，尊重他，真正爱他的人也会越来越多。你说就是他说不能只能看到眼前的钱是财富，你要看到这些伙伴是你未来更大的财富，因为你的未来可能会遇到更大的机会，更赚钱的生意。那么以前只是看重利益的人，他发现了商机之后呢，无人可有，无人可用，而那个时候我则可以一呼百应，我的财富呢就会重新刷新我自己的一个量级。当然这位老板当然也卡在了这个大几千万的一个量级的阶段，也正在寻求这个突破口。同时呢我祝福这位老板能够早日突破，同时呢也希望各种不同时期的创业者能够有所收获吧，好吧。所以说我对自己做生意的原则其实只有3句话，就是普通人如何去做生意，就是做一个2道贩子，做一个优秀的2道贩子，做一个高级且优秀的2道贩子。如果你不理解，可以把这句话你自己的理解在评论区交流一下。